好，本次课我们学习流密码。之前我们学习了分组密码，分组密码呢是将消息进行固定长度的分组，然后以组为单位去进行加密。除此之外呢，对称密码还有一种加密方式，就是流密码，它可以加密任意长度的消息。本次课呢，我们主要学习流密码的基本原理和密钥流的产生器。那么什么是流密码呢？流密码也称序列密码，是指明文消息按照字符逐位的对应的和密钥流进行异或运算的一类密码算法。它的加解密表达式如下：在使用的流密码中呢，加密变换通常采用2元加法运算，加解密函数是相同的，都是摩尔加。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Alice 想加密大写字母 A 的阿斯克码值为65，二进制如下。进一步假设密钥序列的开头位为0101100，经过加密计算得到密文为小写的字母 M。在不安全的信道上进行窃听的攻击者 Mary 只看到了密文字母 M。那么 Bob 呢，将使用相同的密钥序列对密文 M 呢进行解密，重现明文 A。流密码的加解密好像很简单，明文异或密钥产生一个密文，那么密文呢用同样的操作去恢复明文。流密码的安全性主要是依赖于密钥序列。那么什么样的密钥序列才是安全的呢？我们之前学过香农的一次一密的思想，如果能以某种方法去仿效一次一密，产生较长的、随机的、有良好的统计特性的密钥流，那么就好了。那么什么是随机数呢？对于随机数的性质呢，可以分为以下3类：随机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重现性。那么什么是随机性？简单来说，就是看上去杂乱无章的性质。如果数列是0123这样不断循环的，或者乍一看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整个数列有一半是6，也不能算随机性。那么上面3个性质呢，越往下越严格。具备随机性不代表具备不可预测性，因为还有可能被攻击者看穿。在密码技术中所使用的随机数呢，仅仅具备随机性是不够的，至少还要具备不可预测性。那么具备不可重现性的随机数呢，一定是具备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我们把这样的一类数呢，叫做真随机数。流密码的密钥序列应该是变长、随机和不可预测的。保持通信双方的精确同步是流密码实际应用的关键。那么由于通信双方必须产生相同的密钥序列，所以流密码的密钥序列不可能是真随机数，只能是伪随机的序列。那么如何去产生一个伪随机序列呢？我们很容易想到用一个初始值，然后对这个初始值通过某个特定的算法进行不停的变换，产生序列。我们把生成伪随机数的软件呢，称之为伪随机数的生成器。它呢只有内部状态，并且根据外部状态的这个种子呢，来生成伪随机的数列。内部状态呀是内存中的数值。当有人对伪随机数生成器发出给我一个伪随机数的请求，它会根据内部状态计算并输出结果。之后，为了响应下一个伪随机数的请求呢，内部状态就会去发生改变。种子呢是用来对伪随机数生成器的内部状态进行初始化的。种子需要保密，不能被轻易的预测，因为伪随机数的生成器是公开的。这就好像密码算法是公开的，但密钥需要保密。好，那么我们就要用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这种伪随机数的生成器。那么有哪种方法呢？这里面主要有2种方式，分别是线性同语法伪随机数的发生器，还有一个呢是线性反馈的移位寄存器。线性同语法呢是一种很广泛的伪随机数生成器算法。它的算法呢是这样的：假设我们要生成的伪随机数列呢是 R1、R2 和 R3， 那么根据种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计算，
得到第一个尾随机数呢是 R1。ACM 呢是常量，其中 A 和 C 要修小于 M。然后我们根据 R1 计算呢下一个尾随机数 R2，以此类推，通过递归计算呢完成尾随机数的序列。简而言之，就是当前的尾随机数乘上系数 A， 再加一个增量 C， 然后除以 M 得到的余数作为下一个尾随机数。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 A 等于3 C 等于0 M 等于7，种子为6，经过公式计算得到第一个尾随机数 R1 等于4 R2 等于5 R3 等于1 R4 等于3，这样4、5、1、3、2、6不断循环的数列，可以知道周期为6。不难看出，线性同语法中尾随机密钥序列的关键是要谨慎地选择 ACM 的值。虽然线性同语法可以生成尾随机数，比如 C 语言的 rand 函数、Java 的 random 类都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它并不能用于密码学中，因为攻击者只要得到所生成的尾随机数的任意一个，就可以根据公式预测下一个尾随机数，所以它不具备不可预测性。种子虽然是保密的，但不影响攻击者推测所有的尾随机数列。那么，如何去产生一个不可能预测的尾随机数列呢？我们可以对线性同语法呢做一下改进，也就是它不仅仅依赖于上一个尾随机数，而是依赖一系列的尾随机数，这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压缩的运算。同时模 M 呢可以改为模2，保证生成的是0、1这样的二元序列。如果0和1的个数极近相等，这样是不是就增加了一个不可预测性呢？最普遍的方法呢是使用一个线性反馈的移位寄存器，它易于硬件的实现，速度快，理论上呢也比较成熟，很多流密码都是用它来实现的。我们典型的应用呢就是我们的 A5， 那么 GSM 的语音加密标准呢也是流密码的一个应用标准。为了更好地理解线性反馈的移位寄存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移位寄存器。它的每位呢是向右移，最右边的位被丢弃，最左边的位呢被输入位代替。那么如何去实现这种随机的序列呢？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 AI 表示2值01的存储单元， AI 的个数 n 呢称为反馈移位寄存器的极。在某一时刻，这些极构成该反馈移位寄存器的一个状态，共有2的 n 次方个可能状态，用 A1、A2、A3、AN 表示。若初始状态全为0，移位得到的也全是0。为了避免这种状态呢，就有2的 n 次方减1个状态可以用。在主时钟周期的周期区间上每一级存储器 AI 都会将它的内容向下一级的 AI 减1去传递，并根据寄存器的当前状态作为 AN 的下一个时间内容，从一个状态转移到下一个状态。函数 F 呢，称之为是反馈函数，为 n 元布尔函数，也就是自变量和因变量只能取0和1的值。函数中的运算有逻辑与、逻辑或、逻辑补等。如果反馈函数 F 是一个非线性的函数，则是非线性的反馈移位寄存器；如果反馈函数 F 是一个线性的函数，就称为是线性的反馈移位寄存器。我们用 LFSR 来表示，其中系数 C1、CR、Cn 为它的反馈系数，取值呢是0和1。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当前状态 Si 就等于 AI 加1一直到 AI n 减1。那么则我们的 AN 加1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式去表示，移位寄存器的输入状态呢就变成了 Si 加1等于 AI 加1一直到 AI 加 n。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下图是一个3级的反馈移位寄存器，初始的状态 A1、A2、A3 等于101，那么求它的输出序列和周期。反馈函数是先乘后异或，以状态110为例，它的输出为0，输入是反馈函数计算得到的值为1，所以下一轮的输入是1。那么输出序列1011、1011、1011、1011，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周期是4。周期取决于初始内容和反馈的模式，
每个明文字符都会影响后面的整个密文，也就是明文的统计学特征被扩散到了密文中。LFSR 可以说是线性的，针对它的攻击呢，有插入法和已知明文的攻击法。许多序列密码会使用多个 LFSR 去增加它的强壮性。那么其中一个 LFSR 的输出呢，是另一个随机选取的，这种叫做非线性的生成器。那么有一个执行这个选择功能的硬件呢，叫做复用器。目的呢是从多个输入选取一个输出，它的操作呢就像是一个开关，地址位决定了开关的位置，改变地址位将改变输出的选择。我们图中可以看出来呢，是一个4:1的复用器，4个数据的输入，1个输出，它要求2个地址位，以便决定选区4个数据的输入。比如说地址位为00，那么将输入0与输出连接，而其他3个输入呢就会被阻塞。图中呢使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复用器和5个不同的 LFSR， 可以更好的产生伪随机的密钥流。那么流密码的优点呢有以下几点：实现上比较简单，加解密的速度呢也很快，没有或者有限的错误传播，以及典型的应用领域呢是无线通信、外交通信以及政府军事中的应用。本次课呢，我们学了现代密码中的流密码，它呢和分组密码呢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分别介绍了流密码的基本原理以及密钥流的产生，它的众多优点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次课结束，谢谢。